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台积电7月召开的2026年第二季度法人说明会，受人工智慧及高效能运算需求推动，台积电第二季度营收、毛利率和净利润均创下新高，并大幅上调全年营收及资本支出预期。台积电同时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追加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建设更多2奈米及更先进制程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表示，新增投资预计可在建设4座或更多工厂。财报显示，台积电第二季度营收为402亿美元，达到此前财测区间高标，以新台币计算，营收约为 1.27 兆元新台币，环比增长 12%， 创下单季新高。第二季度台积电毛利率为 67.7%， 营业利润率为 60.3%， 均超过公司此前预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65.62 亿元新台币，环比增长 23.4%， 每股收益为 27.25 元新台币。今年上半年，台积电累计营收为 2.40 兆元新台币，同比增长 3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8 兆元新台币，同比增长 68.3%。 从制程结构看，第二季度2奈米制程占晶圆销售金额的 3%， 3奈米占 30%， 5奈米占 33%， 7奈米占 11%， 先进制程合计占比达到 77%。 展望第三季度，台积电预计营收为446亿至458亿美元，按照中间值计算，环比增长约 12%， 毛利率预计为 65%至 67%， 营业利润率预计为 56% 至 58%。 台积电表示，第三季度毛利率可能受到2奈米量产初期成本影响，但 AI 加速器、先进逻辑晶片和资料中心需求仍将支撑营收继续增长。魏哲嘉表示， AI 相关需求仍然极度强劲，台积电预计2026年全年美元营收同比增幅将略高于 40%， 高于第一季度法说会提出的增长超过 30%。 此次上调主要反映 AI 加速器、先进制程及资料中心需求持续强于预期。魏哲嘉指出，台积电客户以及大型云服务供应商等客户之客户仍持续释放强劲需求讯号。先进制程从研发、设计、产能准备到大规模生产，整体时间可能超过5年，因此公司必须根据客户的多年期产品路线图提前投资。为满足客户需求，台积电将2026年资本支出由此前的520亿至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至640亿美元。其中约 70% 至 80% 用于先进制程，约 10% 用于特殊制程，其余 10% 至 20% 用于先进封装、测试、光罩制造及其他专案。台积电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为157亿美元，环比增长 41.4%， 今年上半年累计资本支出达到268亿美元。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表示，更高的资本支出意味着未来几年存在更大的增长机会，公司将继续提前与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产能规划，目前产能扩充并未遭遇瓶颈。对于 High-NA UV 曝光机，魏哲嘉表示，该设备具备较好的技术效能，但是否导入大规模生产，不能只看技术表现，还需要综合评估设备成本、技术成熟度以及曝光视野单次曝光的最大面积缩小后对制造流程的影响。由于 High-NA UV 曝光视野约为现有设备的一半，大型晶片可能需要通过精密拼接完成曝光，增加制造复杂度。魏哲嘉表示，台积电仍在与 ASML 合作，推动设备成本和技术成熟度改善，
最终将根据成本效益决定 High NAUV 导入时间。对于晶圆代工定价，魏哲家表示，台积电会反映自身技术和制造价值，但不会因为市场供应紧张便突然大幅涨价。他表示，台积电是一家非常值得客户信赖的公司，不会突然一次涨价4倍、5倍，让客户无法在市场上生存。谈及记忆体厂商近期的高毛利率时，魏哲家开玩笑称，自己很羡慕记忆体公司的86%毛利率，台积电部需要达到86%，有68%就很高兴了。不过，他同时强调，台积电与客户是长期合作伙伴，不会为了追求短期利润过度挤压客户，而是希望在客户能够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取得合理回报。针对三星、英特尔等竞争对手，魏哲家表示，政府支持固然重要，但决定半导体企业竞争力的根本仍是技术、制造能力和客户信任。他表示，在这个半导体产业，你必须回归根本。政府的帮助是受欢迎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技术、制造和客户信任。魏哲家指出，这3项能力始终是台积电赢得业务的关键。谈及先进技术量产的难度时，他形容选择一项技术并将其量产，可不是去 7-Eleven 买瓶牛奶那么简单。他强调，半导体技术从研发、验证到稳定量产没有捷径，资金投入和政府支持无法取代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制造执行力及客户信任。整体来看，台积电第2季度业绩及全年展望均反映 AI 需求仍在快速增长。随着全年资本支出上调至最高640亿美元，并在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台积电正加快扩充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产能。不过，2奈米量产初期成本、海外工厂运营费用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折旧压力，仍将对短期毛利率产生一定影响。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在这次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其次世代 1.4 奈米的 A14 工艺研发进展顺利，目前效能和良率表现均明显提升，智慧型手机及 AI 高效能运算客户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较高。魏哲家表示，采用类产品测试载具进行验证后，A14 工艺的器件效能已接近目标值的 90%，256ms RAM 良率也接近 90%。今年4月，台积电披露 A14 工艺的目标电晶体效能完成度超过 85%，256ms RAM 良率超过 80%。经过约3个月，器件效能进一步提升约5个百分点，SRAM 良率则提升近10个百分点。作为对比，台积电 N2 工艺在2023年4月时，目标器件效能完成度超过 80%，256兆 SRAM 测试晶片良率超过 50%， 到2024年4月，2项指标分别提升至超过 90% 和超过 80%。虽然不同工艺的研发进程无法直接比较，但目前 A14 在相似开发阶段的效能和良率进展快于 N2。A14 计划于2028年下半年进入量产。该工艺采用台积电第2代环绕闸极 GAA 奈米片电晶体，并引入新的标准单元架构，以提升效能、能效和电晶体密度。与 N2 相比，台积电预计 A14 在相同功耗和电晶体数量下，效能可提升 10% 至 15%， 在相同频率和复杂度下，功耗可降低 25% 至 30%。混合设计的电晶体密度预计提升约 20%， 逻辑电晶体密度提升约 23%。客户导入方面，魏哲家表示，台积电观察到智慧型手机以及高效能运算 AI 应用客户对 A14 保持较高兴趣，相关新产品流片工作正在推进，且进度早于原定计划。目前14距离计划量产时间仍有约2年半。相关效能和 SRAM 良率数据表明，该工艺正在持续成熟，但 SRAM 测试晶片良率
并不能完全代表商业处理器产品的最终功能良率和参数良率。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阔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